我叫许令，在这座大城市里，我最怕3件事：一、没钱；二、没命；三、有命却没钱。里面有300万，拿着，离开吧。这么少，这还不够我把娃养到5岁吧？我过2天再往卡里打200万。行，成交。大佬，你什么情况？拍综艺呢？其实1个月前是我破产了，我养不起你了，怕你嫌弃我，才赶你走的。那你的白月光呢？他回来找我，没嫌弃我，愿意和我一起过苦日子，陪我东山再起。那祝你们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方思哲，他怎么追上来了？你干嘛追了我一路？不会是想把钱要回去吧？你别误会，我是想问你钱还够用吗？勉勉强强吧。勉勉强强？那你会去找别的男人吗？方思辰，你与其关心前任的情感生活，不如先关心一下你的订单会不会超时吧。许令，我的天哪，你绝对猜不到今天给我送外卖的骑手是谁，是方思成。是那个给你买1整面墙包包的方思成吗？他是在体验生活吗？他破产了，上个月跟我分了，现在送外卖养白月光呢。怎么说呢，真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这丫头，父亲走得早，妈还瘫在床上，就靠摇奶茶这点钱。露露，刚才给你转了5万，拿去给伯母买点营养品。真是谢谢你啦，令令。不过不用啦，我找到一份销售的工作，下个月开始就能领上万的月薪啦。你呀，总是不可能接受我的好意。我自己能赚钱养活家里啊，你的钱留着自己花，好好照顾自己就行，我不用你兜底的。行，那你照顾好自己，有事给我打电话。好嘞。那就先这样吧，拜拜。也是，毕竟从今以后，我也要省点钱养肚子里这个小祖宗了。许小姐，这2年攒下的闲钱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全款买下了这套高档大平层，剩余的资金我已经帮您配置了最稳健的理财组合。辛苦了。各项指标都很平稳，胎儿发育正常，只是你平时尽量少情绪激动，别长时间开车劳累。知道了，医生。我平时很少出门，今天做完检查就直接回家静养。那是简瑶。方思辰在送外卖，他的白月光却在坐豪车。住别墅，坐豪车，这叫陪方诗成过苦日子。难不成方诗成根本没破产，一直在骗所有人？刻意甩掉豪车换成出租，故意装成清贫普通的样子给人看，这戏演的也太逼真了。看来我这趟跟着吃瓜还真挖出大事了。
原来这才是方思辰和简瑶真正住的老破小。比起以前的大别墅，这地方真是绝了。方思辰，许令，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你平常还是对简瑶好一点吧。我对瑶瑶很好啊，每天送外卖，只要有简陋的餐，我都会带回来给她吃。哼哼，算我话多。方思哲怕不是变穷之后被夺舍了吧？我还是离远点，免得肚子里的娃被他不正常的影响。哎，你怎么就走了？方思成过得穷困潦倒，你倒是挺滋润。他在破产之前是不是给了你500万？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负了多少债？你要是有点良心的话，就还钱。方思成，是不是你让简瑶来找我要钱的？什么？瑶瑶来找你了？我不知道这事儿。你现在住哪儿？我马上过去把她带走。青兰湾1号12栋，快点过来。方思成一定会站在我这边的。有鞋套吗？给我一双。不用了，你赶紧把人带走就行。你有洁癖，我还是穿上吧。你不用进来了，我自己出去。方思辰，你在家困得鞋都不脱就往床上躺的时候，袜子到处乱甩的时候，有像考虑许令那样考虑过我吗？无论怎样，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卫生。可是许令，我这段时间太累了，顾不了这些细节了。我就说吧，我怕穷，连你方思辰这样金贵得体的钻石王老五，没了钱，卫生习惯也能直线下降成这样。为什么总觉得他最近的行为这么反常？难道是我怀孕之后爱胡思乱想导致的？行了，你快走吧。嗯。虽说当初是他主动和我分开，可看他现在天天送外卖吃苦，还要应付闹脾气的简瑶，终究是有点不忍心。这点钱先拿去周转还债，别再熬到日夜颠倒送外卖，身体扛不住。宝宝，妈妈这回可是下血本了，心软的代价太大了，这可是整整20万啊！要是次次都这么心疼你那个破产的老爸，处处替他兜底，往后漫长日子，谁来心疼我这个独自怀胎的单身妈妈？我也没点外卖啊，谁送的？东西收到了，上次多亏你那20万救急，这点算是心意，全挑的你以前爱吃的。合着是你搞的？我开门连个人影都没瞅见，还以为谁偷偷摸摸要投毒，差点直接打物业电话了。再说了，就一袋子菜就想抵20万人情，方总现在这算账本事可见长啊，买卖做得越来越划算了。行了啊，下不为例，你天天跑单，从早忙到晚，挣点辛苦钱不容易，留着自己花，比往我这折腾强。宝宝，多吃点，这些全是你爸爸特意给我们俩点的头费。怎么还嫌弃味道普通？也体谅一下你爸爸，如今他靠着送外卖谋生，只能置办这些家常副食。没关系，咱们不委屈自己。明天妈妈直接订米其林餐厅，
带你吃最好的法式三餐。徐小姐，这是为您准备的今日特选。玲玲，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好啊，反正我也没别的去处了。小妹妹，跟哥进去玩玩吧！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停，继续泡。好的，女士。你说，要是有人拿500万让你离开一个长得帅又有钱的人，你走不走？人生的选择各有缘由，能让自己安心的选择就不算错。我走的可果断了，毕竟真爱那是留给简饶那种白月光的，我们这种差点被卖到会所的穷鬼只配谈钱。所以当我知道简瑶要回来的时候，我拿钱离开，天经地义。人不能太贪心。您好，请问是方思哲的家属吗？他送外卖途中被车撞伤了，现在在医院急诊，麻烦您尽快过来一趟。这位女士，你跑这么急干什么？那个有个叫方思辰被撞了，你知道他在哪间病房吗？302病房。方思辰，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500万我可不还。许令，你来了。方思辰，我这一路飙车闯了3个红灯，我再来晚点，这伤口都要愈合了吧？对不起啊，许令，我当时被撞倒就晕过去了。医护人员可能是为了联系家属，直接扫脸解开了我的手机，擅自做主给你打了电话。怎么不打给简瑶？她才是你现在的女朋友吧？我真是疯了，为了个钱剩在这拼命折腾什么？我没来得及改。改什么？我通讯录里你的备注还是宝宝。行了，既然通讯录没来得及删，那就现在删了。看你这样也没什么大事，我就先回去了。简小姐来得挺快，人死不了，赶紧去伺候吧。许令，别这么大火气。方思辰现在这样，我带你出去，免得你走错了路。许令，我问你个事儿，方思辰他是不是身体一直不太好，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怎么回事？难道方思辰最近境遇变差之后，生活状态变差，身体状态也跟着大不如前了？玲玲，别光看着，过来帮我按着背，加点重量。怎么，刚才在晚宴上不是挺能聊的吗？现在怎么不敢看我了？方思辰，你哪来这么多力气？这才哪儿到哪儿，玲玲。哎，既然你都发现了，我也不瞒你了。简小姐说真的，我以前图她的钱，现在她破产了我就走，这很合理。但我真的不懂，你现在到底图她什么？图她长得帅？可帅有什么用？刚才我也说了，他不中用啊，看着厉害，实际上是个空架子，还是图他是潜力股。可你看看他现在，送个外卖都能把自己送进医院，穷的连养活自己都费劲，还得让你陪着吃那种糊掉的馄饨。唉，简小姐，只能说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没赶上好时候啊。许令，你果然和思辰说的一样，满脑子除了钱就是那点事，真是庸俗透顶。行，你高雅，你伟大，既然你愿意守着个他东山再起，那我就祝你马到成功，永结同心吧。不对劲，这女人的反应太假了。刚才问我方思君行不行的时候，那眼神分明是嫌弃，
哪有一点爱意？简要对他那方面产生怀疑，我倒要看看这白月光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是不是真的打算陪他吃苦？来了。好你个简瑶，前脚嫌弃方思盆不行，后脚就上了别的男人的车。方思盆啊，方思辰，你这哪是白月光，你这是招了个资深卧底啊！女士，这里不能长时间停车，您找谁？不找谁，看风景。这别墅里的人挺会玩啊，深晚半夜还接送白月光。您说什么？我说这一篇绿化做得真好。行了，方思枕，你这头上哪是绿帽子，这分明是承包了一整片呼伦贝尔大草原。哎，你不是下午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我落了东西，回来找找。落了东西还是落了心？那小伙子睡得挺沉，你轻点儿。我是回来看看那倒霉蛋被绿死了没。我就说嘛，这本钱怎么可能说没就没？既然没坏，那简瑶为什么那副表情？方思珍，你到底在跟他玩什么猫腻？方思珍，你发什么疯？放开我！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跟我这个前任拉拉扯扯算怎么回事？我拉拉扯扯？许玲，你摸着良心说，这世上还有比我更拎得清的人吗？你拎得清？你拎得清就该跟你的简瑶划清界限，跟我这个前任更该离得远远的。既然你这么有精神，看来是真没事了，那你还不快松手？大半夜折回来，是怕我伤得太重还不上你那20万，还是专程回来应货，看我还能不能好好报答？最近外卖给你点太多了，怎么看着胖了不少？方思辰，你懂不懂什么叫淑女的隐私？我这叫被钱滋润出来的富贵态。我看你就是嫉妒，嫉妒我离开你之后日子过得太舒坦。行了，看你还有精神跟我斗嘴，想来是没什么大事，我也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这阵子熬得太狠，身子骨扛不住，在白月光跟前没面子呢。玲玲，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啊！干什么？方思成，你松手！你有完没完？我可不想在这里被简瑶突然抓奸。玲玲，别闹，我就问你一件事，你卡里还剩多少钱？还能用多久？方思珍，你是不是以为500万很多啊？你现在穷疯了，又想找我要钱是不是？我知道不多，所以我才问你还能用多久啊？2个月吧，顶多再撑2个月我就去喝西北风。你当钱那么金花，要过日子要留后路，处处都得精打细算，总不能哪天又落得走投无路，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那玲玲，在钱用完之前，你不要去找别人，好不好？方思哲，你没吃错药吧？你有病吧？咱俩已经分了，500万遣散费清清楚楚，你凭什么管我找不找别人？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玲玲，我知道你怕穷，
但这段时间你手里既然有那些钱，就别委屈自己，该吃就吃，想买就买，听见没？开什么玩笑？你见我什么时候委屈过自己？方总，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吃喝享乐，我这辈子最在行了。只要钱没花完，我就是女王，懂吗？302房，家属还没走吗？探视时间过太久了。行了行了，你赶紧休息吧。我走了，没事别给我打电话。哎，护士姐姐，我想问一下，302那个方思辰怎么样了？这都住半个月了，还不打算出院？你说他啊，脚踝擦伤。擦伤？就他脚上缠的那块纱布，看着还没卫生巾宽呢。这年头擦个皮都能跟骨折一样赖着不走。他是真打算在你们这儿养老啊？病人说他头晕心慌站不稳，非要留院观察，我们也没办法。我看他不是站不稳，他是脸皮太厚压的。瑶瑶，这汤味道真好，你多喝点，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补钙。瑶瑶，对不起，让你跟着我这个破产的废人吃苦了。你放心，等我东山再起，我一定会成百上千倍的回报你的。慢慢来，我找我爸妈又要了点钱，他们虽然是退休职员，但还是凑了几万块，咱们省着点花，总能把这段时间熬过去的。瑶瑶，别这么想，思辰，我又不是图你的钱才跟你在一起的。不图钱，不图钱，那你深更半夜坐豪车去豪宅？白月光不愧是白月光，演技真是一流。方思辰啊，方思辰，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了？负债累累，穷得叮当响，只会给人开空头支票。也难怪简瑶受不了，守着你这么个没钱又不中用的废物，是个人都得出去找点刺激。行了，他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操哪门子心？我要是真多嘴揭穿了，他这种天之骄子要是受不住刺激，直接从这儿跳下去，那500万我找谁还去啊？从今天起，不再多管闲事，养娃要紧。令令，你都不知道我最近入职这公司遇到的客户有多奇葩。昨天那个客户为了拿几个点的折扣，硬是拉着我讲了3个小时他创业的血泪史，我奶茶都没喝上一口。有工作忙总比闲着强，还说我呢。你看看你，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人都快发霉了。周末我约你出去逛街，你也不去，你这哪是养胎啊，你这是在坐牢。令令，你得出去多交交新朋友。令令，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还想着方思珍呢？我看你这几天总是提不起劲儿。谁想那个负债累累的废物啊？我这是身体犯懒，孕早期反应，懂吗？对了，过2天我们公司要办一场代理商大会，就在城中心那家最贵的5星级酒店，那是总部的活动，豪华餐标，一个人好几千块呢。关键是我们内部员工可以带家属和朋友去。没兴趣，没力气折腾。别啊，我听说到场的宾客都有超级大礼包领，里面说不定有沉甸甸的金条，或者是成套的高档护肤品。令令，你不是最喜欢黄金和那种奢侈大牌了吗？去吧去吧，就当陪我去蹭顿好的。那种场合帅哥也多，总比你一个人在家对着天花板发呆强。你总不能真打算为了那个破产前任就把自己放弃掉吧？去，干嘛不去？人生在世，不就是图个乐子吗？金条和美食都在招手，我干嘛跟钱过不去？再说了，我许令这辈子什么都能缺，就是不能缺了牌面。我可不想整天待在家里，把自己憋成个怨妇。帮我挑件能遮肚子又显贵的裙子，我要去闪瞎那些人的眼。令令，你今天这身绝了！刚才那边几个男在礼商眼睛都看直了，愣是没一个敢上来搭讪的。别提了，这5星级酒店的餐标真不是盖的。我这肚子现在已经不是孩子占地方了，全是龙虾和和牛。我现在只想找个地方横着。魏总好。我叫魏昭，其实从你进门开始，我就注意到你了，是否有荣幸认识一下？好家伙，移动的别墅啊！好啊，
我叫许令，魏总，很高兴认识你。许小姐，下午有空吗？我在郊外的私人山庄举办了一场茶会，如果能邀请到许小姐赏脸一起去，那是我的荣幸。魏总，茶会固然诱人，但我这人有个毛病，胆子小，去生地方容易心慌。看来许小姐是担心旅途寂寞。于露是你的好朋友吧？如果不介意，她也可以一起去。我？魏总，我也能去吗？当然，许小姐的朋友就是我的贵客。我的妈呀，令令，这一块金条就值好几万，还有这全套护肤品，这魏总出手也太恐怖了吧！一点不成建议的见面礼，我想许小姐应该不会嫌弃吧。魏总，以后有这种活动的话，记得要多多叫我呀。请，许小姐。许令，你怎么在这儿？天哪，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他？许令，我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那个就是工作上的。方先生，我的客人似乎不需要向你交代什么。方思辰，怎么，你和这位许小姐认识？你们两个也认识？露露，不对劲儿，他都破产送外卖了，简瑶却坐着豪车，现在魏昭还张口就叫他名字，这里头肯定有问题。怎么，你破产了，还不准我出来找个有能力的？你是想让我跟着你一起去大街上坏餐吗？玲玲，你这说话也太扎心了。方世辰，你有这闲工夫在大街上拦我的车，不如赶紧回去关心关心那个陪你住老破小吃胡欢那的白月光简瑶吧，人家可是不图你的钱，你别在这儿浪费时间，耽误我奔向好日子。许令，你还真是死性不改。行，当我狗拿耗子，懒得管你。令令，你也说的太重了吧，他好人各有志，露露，在这个圈子里，关心是最不值钱的。魏先生，让您看笑话了，咱们走吧。许小姐快言快语，我倒是很欣赏这种坦荡，请吧。果然是这辆车。许小姐，怎么了？这车不合心意？怎么会呢？我只是在想，魏总这车不仅坐着舒服，连车牌号都选得这么有品味。令令，咱们都玩了一下午了，还没玩够吗？这地方虽然大，但我总觉得后背发凉。咱们赶紧让魏总送咱们下山吧。许小姐，恐怕得跟你们说声抱歉了。刚刚接到紧急通知，说是山下路段出现险情，要临时封山配合检查。封山？那我们怎么回去？我明天还得打卡上班呢。没办法，为了安全起见，只有委屈许小姐和你的朋友在山庄多住几天了。这期间的所有花销，自然全算在我头上。封山啊，那可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既然是魏总盛情难却，那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啦。许小姐能理解就好。不过魏先生，我这人平常奢侈惯了，住不了普通房间，请务必给我准备规格最高的套间。这是自然。床不能小于3米宽，必须是真丝的床单和被罩。我皮肤焦过，有一根杂毛都睡不着。还有，我这人胃口挑，1日3餐必须请持有世界厨师联合盟认证的厨师是亲自做饭。至于食材，平常那种超市货色我看不上，每天都要从国外新鲜空运，不管是龙虾肉类还是水果蔬菜，只要不是当天的我一律不碰。玲玲，娱乐活动也不能少，我这人爱热闹，喜欢看足球赛马还有游泳，
我看魏总这山庄里球场、马场、捧池样样俱全，专业人员应该也够多吧？许小姐的意思是，一天给我举行1场表演赛看，没问题吧？要是闷坏了我可是要闹脾气的。玲玲，你疯了？你是不是被纸醉金迷的生活给腌入味儿了？咱们是被人扣下了，不是来当皇太后的。你懂什么？我这叫生活品质。魏总既然说了不委屈我，那当然得按我的规矩来。许小姐说的对，既然请了你来，自然没有让客人受委屈的道理。记清楚许小姐的要求了吗？记清楚了，魏总。厨师真丝床品，每日空运食材，还有每天的表演赛，马上安排。当然，绝对不会委屈了许小姐。山庄里风大，许小姐早点回房休息。令令，我觉得魏昭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咱们是不是跑不掉了？帮我看着门口。方思辰，我能不能活，就看你长不长脑子了。怎么，魏总这私人山庄不仅风水好，还招贼啊？我那部手机放在枕头底下，就那样消失了。你们这么多人，连个影子都找不着？许小姐息怒，我们已经带人把整座主楼都翻遍了，确实没见到手机的踪影。是翻遍了主楼找手机，还是翻遍了我的通话记录啊？许小姐何必跟下人过不去？手机丢了是小事，既然找不到了，说明她和许小姐缘分尽了。拿去吧，最新款的水果手机，所有的卡都替你补办好了，在我的地盘上，绝不会让你断了和外界的联系。魏总真是大方，不过下次送礼记得先把这屋里的贼清理干净。我这人睡得死，万一哪天丢的不是手机而是命，魏总怕是不好交代。令令，你心是真大。这半个月，魏昭除了送东西几乎没露面，但你看外面那些穿制服的，把整座山围得跟铁桶一样，你居然还能吃得下去？干嘛吃不下去？我现在有吃有喝，还不用操心，这日子才叫神仙生活。你这半个月起码胖了5斤，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方思辰？担心他那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干什么？令令，说吧，从你踏进这屋子开始，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就差把我有罪写脸上了。他给我妈付了医药费，还许诺了高薪，是我把你带到代理商大会，也是我配合他一步步把你哄骗上山的。露露，别光顾着哭，你既然敢把我卖给魏昭，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周章要你这么做？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魏总长得帅又有钱，出手还那么阔绰，我以为他是看上你了，想和你在一起。令令，你别这么看我，我当时想着方思前已经破产了，我怕你离了他之后日子过得太紧巴巴，魏总这儿条件这么好，我这不也是想给你找个更好的下家吗？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这份为我操成后半生的良苦用心了，真是我的好闺蜜啊。那现在呢？在这山上关了半个月，你总算看出来他目的不纯了。对啊，这太不正常了，要是真想和你在一起，这半个月他一次都没进过你的房间，连面都见不到几次。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才决定和你坦白的。令令，看你这不慌不忙的样，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什么了？露露，很多事我现在也没法给你打包票，我也只是猜测，再等几天，大概就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那万一魏总真的不是好人怎么办？那就看方思品那个倒霉蛋命够不够硬了。吃饱喝足，正适合睡个回笼觉。人呢？怎么没人？
魏总说了，这个时候他一般都在睡回笼觉，绝对不会出去。再好好找找，每个角落都别放过，动作快点儿！要是没把这女人捏在手上，咱们就彻底没筹码了。方家要是动真格的对付起咱们来，魏总可不会手软，咱们都得跟着陪葬。方家，方思辰那厮不是说他是白手起家的创一代吗？闹了半天，背后还有个能让魏昭都怕成这样的家族撑腰呢。没时间了，去阳台看看。要是让他跑了，咱们全都得死。果然，我成了魏昭保命的最后一个人质。方思辰，你要是再不出现，你儿子可就真要换个爹了。到底去哪儿了？找！这山庄里里外外都是咱们的人，他还能上天不成？看来方先生也知道自己现在没资格抢人。许小姐，请吧。瑶瑶，今天捡漏的，快趁热吃。只要是你带回来的，什么都好。瑶瑶，我怕我这辈子都没法东山再起了。没事儿，我不图那些，我只图你的人。全通了，方思辰，你这个老狐狸，你故意装穷装脏，就是为了试探简瑶。而简瑶明明嫌弃的要命，却死都不肯走，是因为他是魏昭派去你身边的间谍。许令，别怂，只有从逃生梯往下走，我们才有机会逃出去。宝宝，咱们不能被魏昭抓去当筹码，只有强者才配做我许令的孩子。抓稳了，妈带你闯出去。别碰我！玲玲，方思辰，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要是我晚来1秒钟，你把马甲脱了。方思辰，你跑哪儿去了？我刚才差点就从这么高的逃生梯爬下去了。我不想被魏昭那帮人抓住，我不想当他们用来交易的筹码。傻令令，有我在，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我说令令，你这小馋猫，这段时间背着我偷偷吃了多少好东西？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胖了不少？也就简单吃点空运和牛、深海大龙虾什么的，但我发誓，那些山珍海味真的一点都没有你以前给我点的外卖好吃。简单吃点儿。许令，我刚才路过厨房扫了一眼你的订餐记录，你这半个月差点没把魏昭给吃破产，你管这叫简单凑合？方思辰，别说我胖，那是双份的重量，我有宝宝。令令，你说什么？什么时候查出来的？就咱们分手那天啊。方思辰，你真以为我这人没心没肺，拿了那500万就能笑得那么开心？我当时走得那么脆，那是为了保命。我得拿着你的钱养咱们的娃。我从小受够了穷，我不想让我的宝宝像我一样，我要把他培养成社会精英，学钢琴学马术，出国深造，哪样不要花大钱？我不多拿点钱，拿什么养他？方总，我算计你的遣散费养娃，你不会怪我的，对吧？许令，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你当时怀着孕，就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方思辰，你讲点理好不好？我当时怎么告诉你？是你冷着脸甩给我一张卡，非要赶我走的。对不起，令令，真的对不起。当时情况太乱，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那么做。等彻底结束了，我会一字不漏的解释给你听。行了，解释就不必了。聪明如我，这会儿早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盘清楚了。哦，是吗？那许大学问家人，跟我说说，我这又装穷又送外卖，到底是为了什么？首先，那个魏昭是你生意场上的死对头吧？不错，第一步猜对了。继续说。你之前的所谓破产，根本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他竞争想吞了你，你就干脆顺水推舟，假装玩完了，想看看他背后到底还有多少脏手段，对不对？方总，收起你这种崇拜的眼神，怪恶心的。你身上那个白手起家创一代的马甲早就破了，你是京城方家的少爷，对吧？至于那个简瑶，什么白月光，根本就是魏昭安排在你身边的间谍，他忍着你不肯走，
就是想从你这儿偷走方家的商业秘密或者什么要命的证据。真不愧是我的令令，脑子转得比财务报告都快。那是自然，跟着你方大总裁身边混了2年，天天看你跟那些老狐狸斗法，我耳濡目染，也学了不少。少爷，魏昭跑了，目前正在全力追捕，简瑶已经被带走扣押，所有涉案人员都已控制。剩下的配合他们一起处理吧。我掌握的证据都已经发给律师团队了，告诉他们，我不想在京城再听到魏昭的名字。是，少爷。许令，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很聪明，甚至比我见过的大多数豪门千金都要优秀。你之所以活得这么算计，只是因为你以前没有可依靠的资本，为了生存，你已经拼尽了全力。以前是你一个人撑着，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吃一点点苦了。我会是你的后盾，令令，永远都是。方总，这可是你说的，要是以后奶粉钱不够花，我还是会卷款跑路的。近日，京城商业界引发巨震。卫视事业负责人魏昭因涉嫌不正当竞争、侵犯商业秘密罪被正式逮捕，其从犯简瑶因交代情况属实，主动提供关键证据，配合态度良好，被宣告缓刑。李姐，你算算，从我上次去医院探望方先生到现在有2个月吗？许小姐，您这记性哪有2个月啊？满打满算也就50天。还真是，害得我当初还算计着那钱能花多久，看来是白操心了。老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我那时候每天都在算日子，真怕2个月期限一到，你的钱花完了，你就被别人给拐走了。胡说八道，我才不是这种人。尤其是那天在酒店门口，看到你跟魏昭站在一起，他手还搭在你腰上，许令，我当时心脏都快停了。要不是你故意说那些狠话提醒我，让我知道你已经看穿了他在利用简瑶，我当时可能真的会当场破功，哪怕当众掉马价把方家的底牌全亮出来，我也非得把你抢过来不可。方大总裁，你那副运筹帷幄、斯文金贵的样呢？现在这副黏黏糊糊的粘人精样子，要是让魏昭看见了，他估计得气得再不吐3血。在他面前我是方氏继承人，在你面前我只是你孩子的爹。令令，你今天真美。方思成，轻点儿，肚子里还有一个呢。这排场，这钻戒，令令这辈子真的是……大家都说他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能遇上方总这么深情的男人。谁说不是呢？这命也太好了，也不知道走了什么大运。你们都错了，那个拯救了银河系的人，从来不是许令，而是我方思珍。方思辰，以前我总觉得，只有银行卡里的余额能给我安全感。爱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甚至有点不切实际。那现在呢？现在我明白了，爱从来不是什么昂贵的奢侈品，它其实比金钱更容易得到，但只要遇到了对的人，它就比世上所有的金钱都要珍贵。思辰这孩子胡闹，非要搞什么世纪婚礼，折腾得满城风雨。如今既然进了方家的门，就得守方家的规矩。奶奶教训的是，令令听着呢。你腹中的孩子是方家血脉，半点差错都容不得。从今日起，外头那些抛头露面的应酬、繁杂的社交往来全都停了，安心留在家中静养安胎。少奶奶，这是老太太特意为您备下的，日常花销尽可使用，若是有别的急用，随时吩咐管家即可。谢谢奶奶厚爱，令令一定安分守己，安心在家休养，好好养身体，为方家添丁。
少奶奶，老太太向来宽厚体恤，但方家最重规矩体面，这份体恤来之不易。您往日的那些行事作风，最好多收敛些，免得外人闲话。您说的有理，您能明白就最好。老太太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方家的身份底蕴和家风体面。劳烦您转告奶奶，我许令从不是贪图外物而来，我和方思辰的情谊是真的，而我能站在方家身边，靠的从来不只是腹中孩子，更是我自己。老太太的心意我收下，方家的规矩我会认真学，好好守。但我许令自己的人生和前路，终究由我自己做主。思辰啊，魏昭那摊子事儿，咱们方家虽然赢了，但为了帮你摆平后续的麻烦，我和你三叔几个可真没少费力夫。是啊，你当初为了引蛇出洞，闹出个假破产，动静太大。现在你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也该收收心了。我看城东那块地皮，魏家倒了之后刚空出来，你三叔盯好久了，不如就交给他去打理。思成，你刚新婚燕尔，该多掏出手来陪陪媳妇儿。陪媳妇儿，说的真好听。这架势分明是想要把方思辰手里的实权给抢了。二叔说的是，结了婚确实不该像以前那么操劳。不过城东那块地，据我所知，魏家当初的规划方案已经流到了市面上。魏昭虽然进去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恐怕没那么好收拾。三叔现在接手，不仅要面临商业调查，还要填补魏家留下的窟窿。这种风险，三叔确定吃得消。方思杰，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三叔没本事吃下这块地？三叔误会了，先请坐下。我是说，魏家虽然倒了，但魏昭那种人绝不会束手就擒。据我查实，魏家倒台之前，他们的核心商业数据分成了3份备份。3份？哪3份？一份在魏昭手上，一份原本给了简瑶，但最关键的第3份至今没找到。第3份还没找到？那你这半个月在外面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既然没找到，就说明魏家还留着翻盘的后手。三叔，现在你还觉得城东那块地是块肥肉吗？方思辰，那份数据是不是真的还没找到？简瑶那个女人嘴很硬，咬死了说不知情。公司法务那边因为少了核心数据，证据链差了最后一环，魏昭的律师一直在做看扁。如果那份数据落到魏昭余孽手里，或者是落到刚才那几位叔伯手里，咱们是不是就危险了？所以我必须在他们之前找到的。令令，方家大门里的水比魏昭的手段还要脏。方太太，这事有公司把法务去头头，你一个孕妇操什么心？方思辰，我知道法务在忙，我也知道魏家律师不好对付，但我不想只做一个躲在你羽翼下被你保护的人。我知道，你从来都不是只能被保护的弱者。令令，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别再像上次在山庄那样自己一个人硬扛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明白吗？太太，老太太挂心着呢，说这几日连半雨，老宅西厢那个储藏室年久失修，怕是漏了雨。漏雨了？里面放的东西要紧吗？都是些今年的旧物，有些是能留的，有些怕是早就该清出去了。老太太的意思是，您既然已经进了方家的门，这些内宅里清点盘账的琐事，也该试着上手学学了。既然奶奶信任，那我肯定不能推辞。你带路吧。少奶奶，老太太吩咐了，不急，您慢慢瞧着，哪件丢哪件留，全凭您一句话。老太太也真是的，这么脏的活偏让少奶奶亲自来盯着，这是真没把她当金贵人看啊。你懂什么？
越是这种地方出来的，越要磨磨性子。看来这西厢的活还是太轻了，两位还有心思替我操心。阿香，左边那几个箱子搬开，我要看后面的。少奶奶，这箱子落了老锁，恐怕得找管家拿钥匙。不用麻烦了，这岁数比我都大的锁，自己先撑不住了。二叔，魏昭，3年前他们就在一起分肉吃了。3年后方思征才接手公司，脚跟还没站稳呢，自家人就在背后递刀子。魏家这口肉，原来是二叔喂过去。少奶奶，这箱子里是什么要紧东西吗？没什么，不过是些陈年废纸，看得我头晕眼花。行了，今天这味熏得我不舒服，剩下的明天再说。阿香，扶我回房歇着。您慢着点，这储藏屋空气确实不太好。这是哪来的？老宅西厢储藏室，下午老太太让我帮忙清点旧物，整理最里面的杂物堆时，翻出了一只尘封多年的樟木箱，里面装的全是方家早年旧单据、交易文件。这张股份意向烧就在最底层，3年前的旧账清清楚楚。魏昭从中牵线搭套，主谋就是你二叔方启明。那时候你刚接手方家集团，根基未稳，诸事繁忙。他表面上帮你稳住局面，辅佐你掌权，背地里早就暗中盘算，想低价抛售方家核心股份。这份股份意向书没有最终签署，印章位置是空的，落款也无亲笔签字。当年这笔交易，最后并没有成型。交易没做成，不代表他没有背叛方家的心思，更不代表他心存善念。这份文件就是最铁的证据。你二叔和魏昭的勾结，根本不是后来因为简瑶才偶然间时临时联手。简瑶从来都不是整件事的起因，他只是他们二人达成利益同盟后，刻意推到你面前，用来迷惑你、牵制你的一颗棋子。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算计你的工具。我一直以为二叔只是私心过重，贪图安逸，从没想过他早在3年前就暗中勾结外人，算计方家，算计我。如果不是你今天找出这份证据，我至今都会被蒙在鼓里，还会被他们的假意蒙蔽。许令，你今天真的帮了方家，帮了我天大的忙。我也是方家的人，本该为方家分忧，能帮你拨开迷雾，查清背后的算计就够了。往后有我在，谁也别想再算计方家，更别想动你分毫。这笔旧账我会一一清算。思辰，一大早单独找我，是公司有什么急事，还是例会的安排要提前跟我这个二叔通气？这东西你从哪找来的？都过去3年了，陈年旧物早就不作数了。是不作数，但足以证明二叔当年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半分方家大局。今日例会，安分守己，不该管的别管，不该争的别争，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看来二叔彻底慌了。慌了就收敛了。走吧，开例会。二哥，你今早跟思辰单独聊什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待会儿城东地皮的事你还提不提？不提了，地皮的事思辰打理得稳妥妥当，条理清晰。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年纪大了眼光受限，就不跟着瞎掺和乱插手公司事务了。三叔，您前2天不是还说思辰太累了，得腾出手来陪我吗？怎么今天突然这么体谅小辈了？这不是看着你们小两口感情和睦，事事顺遂，我们当叔叔的自然就放心了。对，放心了，家族事务本来就该年轻人做主，我们老一辈确实不该多嘴。多亏了你。是你运筹的好。太太，这是老太太叫我给您送来的。老太太吩咐了，这副镯子是当年她嫁进方家时太婆婆亲手传给她的。她说方家的孙媳妇儿该收着这份礼。奶奶这礼太重了，我还以为她还在怪我乱动储藏室的东西呢。老太太心里有杆秤，您帮了方家，她都看在眼里。
您歇着吧，晚上老太太在正厅摆了饭，请您过去。这顿饭比我婚礼那天还要精致几分，令令受惊了。尝尝，这老宅的厨子做了30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谢谢奶奶。你是第一个让我那个孙子愿意用假破产这种荒唐招数都要护着的女人。奶奶，思辰他那是为了大局，不用替他说话。我本来的打算是等他那股新鲜劲儿过了，再从我那名单里给他挑个门当户对的。毕竟方家这种门第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但你这次做的事儿，确实让我这老婆子也刮目相看了。令令只是凑巧翻到了那个樟木箱，不算什么本事，是奶奶教导有方。凑巧？西厢那间储藏室堆了10几年没人翻过的旧物，你头一天去就能撞上那只锁锈断了，不信？但你既然不邀功，我也就不点破。你告诉我，你到底图什么？奶奶，您觉得我图钱，对吗？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我妈是个裁缝，她给人缝一件衣服只能挣5块钱，她得没日没夜缝够30件，才勉强够我1个月的生活费。我18岁那年，她生重病，我借遍了全村，最后只借到了200块钱。奶奶，我不是图钱，我是穷怕了，真的怕到骨子里了。所以方思辰当初给我钱让我滚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钱太少了，根本不够把肚子里的娃养到5岁。我承认，我爱钱，我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攥出水来，因为我怕哪天一睁眼又回到了那种生了病连200块钱都借不到的日子。但我后来发现，钱再多也买不来一个人在最危险的时候闯进山庄来救你，买不来他明明在布局反杀，却还要亲自骑着电驴往你家门口给你送餐。奶奶，您问我图什么？以前我图钱，但现在我图的是……行了，不用说了，你这个孙媳妇儿，我方家认定了。回来了，老太太没为难你吧？想多了，你奶奶不仅没为难我，还在席间夸我呢。哦，夸你什么？能让老太太开口夸人，可不容易。夸我厉害啊，说我第一天接手内宅的活儿，就从那个几10年没人翻的储藏屋里整理得那么好，还帮老公解决了麻烦。我老婆当然厉害，不过许令，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再翻到这种要命的东西，第一时间跟我说，绝对不许自己一个人藏着。怎么，怕我私吞啊？别开玩笑，那毕竟是我二叔方启明，要是因为这份文件他倒台了，万一他狗急跳墙，对你不利怎么办？你现在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好啦好啦，我知道危险，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许令，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本事？不知道，其实我也在慢慢挖掘自己。谁让方家的生活环境这么励志吗？不练点本事怎么站稳脚跟？行，那我陪你一起挖。以后你负责在前面冲锋陷阵，我负责在后方给你兜底。只要有我在，这方家没人能动你。方总，魏章那边已经撑不住了，这是正式的庭外和解书，他承认所有不正当竞争和侵犯商业秘密的指控，愿意赔偿公司全部损失，并移交了那份失踪的核心数据。拿这份数据去对比，公司里那些吃里扒外的名单，一个也别留。好的，方总。许令，许令，恭喜你啊！你一定觉得我这种人很贱吧？明明方思辰以前对我那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吗？我当初答应魏昭接近方思辰，是因为他说事成之后会给我3000万。他说有了这笔钱，我这辈子都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活。可魏昭那种人，承诺里没一句是真的。我心甘情愿给他当了3年的棋子，甚至不惜帮他监视方家。到头来，我连他真正核心数据备份在哪儿都不知道。在他眼里，我大概也就值那点送上门的廉价情报。既然你早就看清了他的为人，那这3年，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留在他身边，甚至还要帮着他来对付方家？你问我为什么还留在他身边？因为我以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从我踏进魏昭设下的圈套，
拿了第一笔不该拿的钱开始，我就觉得这辈子只能跟着他走到底。方思辰他是个好人，是我自己利欲熏心，亲手把那个好人推开了，也是我自己走错了路，怨不得旁人。别看了，再看该吹感冒了。走吧。以后这些事儿都过去了，简瑶也好，魏昭也罢，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安心心养胎，把咱们的宝宝平平安安生下来。